大家好，今天來介紹 OpenCode。OpenCode 是一個開源於 GitHub 的 AI 代理程式，它能夠幫助我們在終端機、整個開發環境還有桌面端來編寫程式碼。它甚至也有一個網頁的模式，我們只要使用 OpenCode Web 來啟動 OpenCode， 就可以有網頁的模式來操作了。大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的 OpenCode 教學都是教大家怎麼在 OpenCode 裡面跟大語言模型來做溝通，來撰寫程式。對於 OpenCode 本身的基本操作功能卻介紹的很少。今天這個影片主要就是來補強這一個短板，讓大家在操作 OpenCode 上能夠更加有效率，讓我們的輸入能夠更加的快速，而且能夠更加符合自己的需求。今天的介紹主要会集中在快捷鍵上面的操作，只要熟悉了这一些操作以後，對於 OpenCode 的操作就可以更加的得心順手了。先來看一下 OpenCode 它的 TUI 的整個畫面分割的區域。首先佔據最大部分的就是訊息區，訊息區裡面有我們自己輸入的提示文字，還有 AI 大模型回應回來的訊息，還有它產生出來的程式碼等等，這些訊息都會混雜在訊息區裡面。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很方便的在輸入區裡面用一些按鍵來對這些訊息區做快速瀏覽的話，要找到相關的訊息會相當的困難。因此今天的影片的重點就會是在於如何操作訊息區上面的按鍵的操作。第二個就是輸入區的，輸入區其實可以是多行的內容，我們怎麼樣子在這個多行裡面的內容來編輯輸入的這一些提示文字呢？就會需要以下介紹的這些按鍵，才可以讓我們更加有效率的來操作它。在下面這個地方就是模型的訊息區了，就是它会有告訴我們到底你使用的是哪一個大語言模型，目前模式是哪一種模式，它的利用的情況是屬於 low 還是 high 等等。然後在最右下角呢，就會有 token 的使用用量的一個資訊。那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側邊欄給打開，這個側邊欄是要特別輸入一個命令或是特別的一個按鍵才能夠把它給啟用起來的。那如果你希望你的訊息在輸出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token 的耗用的情況等等這些資訊的話，也可以把側邊欄給打開。以下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來定義這一些自定的快捷鍵呢？這些快捷鍵的設定檔是放在一個叫做 TUI.json 的檔案裡面，它會放在 OpenCode 的設定目錄裡面，也就是在點 config 的 OpenCode 裡面可以去建立一個 TUI.json。這個檔案預設是不會產生的，因此如果要能夠對它做一些操作的話，可以到官方的快捷鍵的文件區裡面去把它裡面的 JSON 的內容給複製到你的本地端，然後產生一個 TUI.json。到時候 OpenCode 在啟用的時候就會來讀取這個 TUI.json 裡面的設定，對你的按鍵來做設置。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裡面的按鍵有非常多，分成了這幾類就是你輸入的這個 prompt 的內容的操作呢，就是用這個 session 開頭的這一些就可以來設定訊息區的操作的控制。那這個 message 呢，就是負責最上方的訊息區域的這些按鍵。然後我們的輸入區就是使用這個 input 開頭的這些按鍵來做設定。只要設定好了以後呢，再一次啟動 OpenCode 的時候，它就會套用新的設定了。OpenCode 使用了一個前導鍵讓我們可以直接來操作一些系統的操作。例如我們要開啟模型的列表的話，我們在輸入區裡面可以輸入斜線 models 這個斜線命令。那事實上也可以按一個功能鍵。那這個功能鍵呢，會使用一個前導鍵開頭，後面再加一個字母。這個前導鍵它預設會是 Ctrl X。那因此我們按下了 Ctrl X 跟一個 M 以後，就可以來選擇你要操作的模型了。這個就是使用前導鍵可以來做這些系統的操作。那我有把這些組合的按鍵還有它對應的斜線命令列在這個地方。比如說我們常需要看出你目前這一次的 session 到底有哪一些 sessions 可以來操作，我們斜線命令可以用斜線 sessions。那事實上你也可以用 Ctrl X 加上一個 L 就可以把這個 session 給列出來了。那這邊呢，就是大家可以透過這一個 leader 這個前導鍵來對這個系統的斜線命令來做一些基本的操作。在模式切換上面，基本上就是按下 Tab 鍵或者是 Shift Tab。最近使用過的模型，你希望逐次把它显示出來的話，你就可以用 F2 或者是 Shift F2。那這樣子它就可以把使用過的模型列表呢就顯示出來，也就是我们可以不必按斜線 Models 去再做挑選，最近使用的它就會循環的出現。那命令面板呢，一樣就是按 Ctrl P 就可以把它顯示出來。還有一些大語言模型它有一些變體比如說它是 Low 啦，還是 Medium 還是 High 等等的切換呢，你可以按 Ctrl T 來對它做切換。
以下就是完整的可以使用的按鍵，依照我們操作的方法分成了7大類。那比如說我們的提交就是按 Enter 就可以把讯息给送出去，但是如果你有多行内容要輸入的話，就是可以再使用 Shift 跟 Enter 就可以，它就會插入第2行，你輸入完以後呢，再按一次 Shift Enter 就可以再插入第3行。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Terminal 的話，如果你的操作上面没有辦法使用这個 Shift Enter 的話，那你可能需要做一下額外的設定，那這可以到它的官網上面或是我的 blog 文章裡面來看到這個訊息。但是以我個人的 Windows Terminal 來講，我使用了最新的 Windows Terminal 的版本，事實上 Shift Enter 是可以順利操作的。然後它清除整行的內容它講是它預設是用 Ctrl C， 但是因為這個 Ctrl C 除了清除整行內容以外，也可以直接把 Open Code 給結束掉。有時候我們可能不小心就會把 Open Code 給關閉了，那因此我建議你不要使用這個 Ctrl C 這一個按鍵，直接在 TUI.JSON 裡面把它給換掉。按鍵第2類就是游標的移動游標移動的方法其實它是根據 Bash 的按鍵來做操作的。要移到整個輸入的最開頭的位置就是按下 Ctrl A， 移到最尾巴呢就按下 Ctrl E。它移到緩衝區的最上面，這邊講是按 Home 跟 End， 但是它訊息區裡面移到第一個訊息也是按 Home， 移到最後一個訊息也是按 End。那我在 Windows 裡面實際操作這個 Home 跟 End 呢，會變成是訊息區的操作。我建議大家可以把這個按鍵給換掉，比如說移動到第一個訊息可以把它改成是 Ctrl Home， 那這個 Home 跟 End 就留給在輸入區裡面來使用。文字的選取其實就跟大部分 Windows 的操作是一樣就是你的游標移動的按鍵再多加上一個 Shift 就可以來選取文字的內容了。那第4部分就是刪除的部分那要刪除一個字元就是按下 Delete， 那要刪除一個單字就是按下 Ctrl W。這一些按鍵呢就是 Bash 上面的操作。這邊有幾個特別的操作，就是游標後面一直到整行的結尾是按下 Ctrl K， 那游標一直到整行的最開頭呢是按下 Ctrl U。那刪除整行是預設是 Ctrl Shift 跟 D， 這個按鍵比較麻煩按，那因此我建議大家可以把它設定成別的按鍵，比如說 Ctrl Y， 這樣子會比較方便來操作。那第5大類是這個字詞的跳躍，一整個單字的移動，那這個對我們中文來講是可有可無啦那大家清楚就可以。歷史的記錄是可以上下，它指的是我們輸入過的提示文字，你要輸入了3個 prompt， 你希望移到第2個 prompt， 你就按往上就可以往上去移動，它這個是稱作所謂的歷史記錄。但是這個如果說 Open Code 的操作是希望看到訊息區裡面的內容的上一行下一行的話，我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上跟下。這個歷史記錄裡面的上跟下呢就多加一個 Ctrl， 因此 Ctrl 上跟 Ctrl 下就可以來移動這個輸入的歷史記錄。第7類就是復原重做跟其他的編輯，這個就是大家都非常常用的。你如果要 undo 的話就是按下 Ctrl Z， 要重新執行的話就是按下 Ctrl 跟點，那 Ctrl V 就是貼上。那交換游標前後的字元呢就是按下 Ctrl T。 這一些按鍵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再去做修改。以上就是我們在操作 Open Code 的時候可以使用的一些快捷鍵，希望透過今天的介紹能夠讓大家在操作 Open Code 的時候能夠更加的順利。那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於你在使用 Open Code 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謝謝各位。